乌克兰作为欧洲面积第二大国，加上独特的地缘政治格局，让它在俄欧关系乃至欧亚局势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纵观乌克兰独立的30年，大国博弈固然重要，但并非唯一原因，而所谓的东西部文化差异也并非无法解决。所以，要想理解乌克兰问题，就必须立足于乌克兰国内本身的问题，主要包括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和社会危机这3个层面。首先，我们来看社会分层。社会分层作为现代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是指基于收入、教育水平、权力大小、职业声望的不同，个人和群体自上而下在社会阶层中所处的位置。独立以来的乌克兰并没有实现人们所憧憬的繁荣，而与经济衰退相伴的是寡头的崛起。随着乌克兰的私有化改革，乌克兰出现了一个拥有巨额财富的阶层，这些人掌控着乌克兰的工矿企业、能源、交通运输、体育竞技、新闻媒体、金融行业等。随着财富的快速累积，他们也开始向权力靠拢，或通过培养代理人，或竞选议员甚至总统。这些人以极低的人口比例占据着乌克兰绝大多数的财富。与寡头精英不同的是，中产阶级很难被界定，在具体指标上也很难形成共识，只能根据不同的职业进行大致归类。在乌克兰，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其原因在于，按照教育水平，乌克兰继承了苏联时期发达的高等教育基础。到2019到2020学年，乌克兰共有619所高等教育机构，在校学生144万人，毕业人数超过38万，其中硕士毕业生超过2.5万人，博士超过0.11万人。独立至今，高等教育机构为乌克兰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基于文化水平，根据社会学调查，有将近50%的乌克兰人称自己是中产阶级。但从职业收入来看，近年来乌克兰人均收入位列欧洲倒数第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18年乌克兰人均收入为2963美元，排在世界第127位，介于菲律宾和老挝之间。2019年符合中产阶级标准收入的乌克兰人大致在5%至15%之间。所以，与独立初期憧憬的芬兰社会完全不同，乌克兰在经历了30年的发展以后，现在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尤其是由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克里米亚事件，严重冲击了乌克兰民众的信心。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冲击。根据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的计算，疫情爆发后的2020年，乌克兰人的贫困率急剧上升，新增贫困人口629万，总贫困人口总数保守估计为1818万，而乌克兰的总人口也不过4200万。乌克兰国家统计局2021年8月6日发布的2020年家庭收入水平自我评估报告显示，67%的乌克兰人认为自己很穷，只有1%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另有1/3的乌克兰人不认为自己很穷，但也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只有1.6%的家庭认为他们的财务状况在过去12个月内有明显改善。寡头阶层形成的集团壁垒阻碍了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的向上流动，而经济衰退、社会危机则进一步挤压了乌克兰脆弱的社会结构，造成了中产阶级的向下流动和低收入阶层的赤贫状态。乌克兰经过30年改革后的现实是，教育和医疗等社会保障不断减少，官方承诺的保障停留在政策层面，很难落实。所以伴随着苏联的解体，独立后的乌克兰打破了苏联时期的阶层结构，开启的市场化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社会分层，形成了以寡头精英和低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而这种分层的本质是社会不平等。乌克兰的第二个问题是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合理的社会流动具有释放社会能量、缓解阶层对立、减少社会危机的功能，从而形成一种新陈代谢的社会机制，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独立初期，乌克兰的社会流动主要体现为产业工人的身份变化和收入分化。由于苏联时期推行工业化政策，苏联解体前，乌克兰不论是东部的工业区还是西部的农业区，都已经实现了较高程度的产业化。据统计，1980年乌克兰有1410万工人，到了1988年达到了1430万，接近当时总人口的1/4。可随着休克疗法和私有化政策的推行，
原来苏联时期的国有企业、国有农场纷纷改制，大批公有制经济单位的工人开始进入市场，向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单位流动。与此伴生的是收入的分化。部分工人通过岗位竞聘或者重新择业进入社会的高收入阶层，这部分人拥有知识或者技能，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或者社会资源，积极融入到企业的晋升渠道之中，也获得了相应的薪资待遇和社会地位。而另一部分人，比如文化程度低、非熟练工或者临近退休的中年人等，他们在岗位竞聘中缺乏竞争力，因此滑入低收入阶层。迫于生计，有很大一部分人走上了劳务移民之路。经济衰退的加剧，使得乌克兰国内难以消化大量的失业人群，从而产生了跨境务工的人群。自1991年乌克兰独立以来，跨境务工一直是乌克兰的普遍现象。从人口规模来看，来自乌克兰的务工者是欧洲大陆最大的工人群体。根据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2020年的估计，在4200万总人口中，有多达900万的乌克兰人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在国外工作，320万人在国外有固定的全职工作。乌克兰的工作年龄人口共有2850万，其中1250万人正式就业。因此，大约1/3的乌克兰工人至少在一年中的一部分时间在国外工作。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前，基于语言优势，大量乌克兰工人流向俄罗斯，其次是波兰、意大利、捷克、芬兰和德国。但乌克兰危机之后，主要目的地国家发生了变化，不再优先考虑俄罗斯，而是前往欧盟国家，其中去波兰的最多，约有200万人。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欧盟大部分国家都成了疫情的重灾区，先后出台封锁令，迫使数百万乌克兰工人返回国内。目前居住在国外的乌克兰工人存量估计在220万到270万之间，相当于乌克兰总就业人数的 13% 到 16%。 而从就业渠道和侨汇收入来看，乌克兰的工人在国外主要从事低工资的制造业、建筑业，以及在农场季节性的水果蔬菜采摘工作。但不得不承认，跨境务工对乌克兰 GDP 的增长确实有显著的贡献。2019年乌克兰跨境务工的汇款在欧洲最高，达到160亿美元，占乌克兰当年国家 GDP 的 11%。 乌克兰低廉的薪酬和不稳定的就业环境是跨境务工的直接推力，迫使他们为了生计离开故土。而周边欧盟国家普遍拥有较高的薪资水平、福利待遇和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这成为诱发跨境务工的拉力。尽管乌克兰跨境务工以侨汇的形式为乌克兰 GDP 的增加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跨境务工所造成的劳动力流失也导致国内劳动力短缺，尤其是中小企业一工难求，濒临破产或已经破产。同样，农村的状况也不容乐观。由于农业属于季节性作业，大量农村地区因为在收获季节招不到临时工，而导致农业产业萎缩。2018年，时任乌克兰外交部长帕维尔·克里姆金承认，每月约有10万人离开乌克兰，这种情况正在造成巨大的人口危机。相对于产业工人和跨境务工的流动性，在乌克兰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的流动性倒是相对平稳。根据职业属性，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类型可以划分为公共管理、科技研发、教育系统等。这类人员的社会流动性仅限于纵向流动，横向流动较少，尤其是流出更少。薪资待遇方面，根据不同行业和工龄以及所处岗位不同，差别也很大。但从2018年1月1日起，地区级国家机构专家的官方工资增加了 32%， 国家机构负责人的工资增加了 38%。 通常来讲，一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性之间存在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社会流动性越大的经济体，意味着可以为民众提供更平等的机会。相反，社会流动性越低，就意味着民众享有的平等权利越少。但是，乌克兰社会长期缺乏这样的良性循环。首先，乌克兰的现实状况阻碍了中低阶层的向上流动，影响了社会声望。而社会声望是个人或群体所感受到的受尊敬程度，是影响社会心理的一个重要变量。乌克兰先后经历的从街头抗议到全国性革命的动乱和危机不胜枚举。当2013年再次爆发危机的时候，该危机被称为尊严革命。推动此次尊严2010年欧尔班担任总理后，于2011年1月简化了匈牙利侨民入籍程序。
这使得居住在外喀尔巴阡州的人，只要曾经拥有或其祖先拥有匈牙利公民身份，并且通过匈语的宪法基础知识考试，无需长期居住在匈牙利，就可优先获得匈牙利公民身份。因此，移民数量逐年增多，尤其是尊严革命和乌克兰东部冲突爆发以后，对乌克兰经济和就业形势造成严重冲击。2013年至2014年间，移民匈牙利的乌克兰公民人数增加了 30%，2014年至2015年间又增加了 60%。而乌克兰东部冲突引发的军队征兵，也让当地许多男性举家移居匈牙利。移民男性的总理欧尔班要求乌克兰外喀尔巴阡州的匈牙利族人自治，以及匈牙利的国有媒体在报道乌克兰危机时采取亲俄立场等，这引发乌克兰政府的严厉批评。2014年9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列克谢·米勒结束访问匈牙利的第3天，匈牙利政府暂停了对乌克兰天然气的逆向供应。2017年3月9日，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亚尔托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表示，匈牙利不支持欧盟就乌克兰问题制裁俄罗斯。2017年9月25日，波罗申科总统签署的新版教育法限制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要求中学教师讲课时只能使用乌克兰语，不得使用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这让匈牙利极为不满，甚至还要退出欧盟乌克兰联系协定。2018年10月初，乌克兰下令驱逐一名匈牙利领事，理由是他违规向乌克兰境内的匈牙利族人发放护照。2020年11月30日，乌克兰安全部门以该州一个小村庄举行的首届理事会成员演唱乌克兰和匈牙利的国歌为由，对该慈善基金会进行了搜查，导致匈牙利和乌克兰之间出现了新的紧张局势，等等此类事件至今仍在发生。搞不好匈牙利、乌克兰和波兰的合作倒是发展得很快，但是这两国在历史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再次是公共危机的爆发。新冠疫情作为一次重大的黑天鹅事件，对乌克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疫情爆发以来，乌克兰政府先后多次实施阶段性的全国隔离政策，但即便如此，疫情依然给乌克兰经济带来巨大冲击。2021年第一季度末，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方法计算，乌克兰的失业人口多达180万，失业率为 10.9%， 就业人数减少了107万人，降至1542万人。这被认为是自乌克兰独立以来最糟糕的绝对就业人数。所以，综上所述，乌克兰的问题与政府治理